全民穿越宿舍求生事件，人与宿舍共存亡，我就被拉进管理群，可以窥探到各种有用情报，占领先机。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一个小房间，家徒四壁，旁边是床头桌和窗户，窗外雾蒙蒙的，一片混沌。好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超自然现象。突然，他眼前浮现一个半透明的面板。欢迎来到宿舍求生游戏，每个玩家将绑定一间宿舍，这是你的住处，也是你的避难所。本轮游戏为期4天，称为惊魂夜。时间结束，只要还活着，就会连同宿舍一起进入下一轮游戏。每轮游戏设定不同，本轮游戏有昼夜交替设定，白天相对安全，鼓励大家外出探索，提升实力。到了夜晚，游戏的危险程度将会直线上升，躲在宿舍里会更加稳妥。把握好昼夜交替的变化，是通关本轮惊魂夜游戏的关键。我操！好人等级1，精神11，力量9，敏捷9，体质9。我平时是有锻炼的，这些数值都达不到标准线，看来标准挺苛刻的呀。门牌号815，等级1级，面积10平米，房门耐久度30，墙壁耐久度100，设施房门、单人床、床头柜、防护窗、吊顶灯。看来宿舍是可以升级的，难怪叫宿舍求生，只是不知道升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好人打开77号公共频道，一些人正在发言，彼此分享着他们的困惑。好人瞄了一眼，发现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就关闭了聊天频道，起身走到门边，推开门缝，往外面一看，外面是一条很长的走廊，有微弱的灯光照亮。走廊的斜对面有另外一扇门开启，探出女人的脸，两人正好看了个对脸。好人简单观察之后，也关上门，退回房间，正想打开聊天界面再看看，突然冒出来一个新的提示框，一个新的聊天界面出现了。群里面所有人的代号都是各种水果，而聊天框是锁定的，意味着他没有发言权，只能窥屏。这帮玩家真迟钝，还不行动。新人嘛，正常。留给他们的时间可不多，限时时间1个小时，夜晚就会降临。现在不去收集资源，提升自己，等天黑了就得碰运气了。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僵尸激活。别急，慢慢来。我们的宗旨是为了创办一场有趣的游戏，而不是单纯的杀戮。群里那些实习生，记住这个宗旨，永远记住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好人的人都看傻了，他不光是以玩家的身份进入了游戏，还以管理员的身份进入了管理群。根据管理群的信息，这个游戏里存在僵尸，1小时后到了夜晚，僵尸会发动攻击，需要外出寻找物资，提升实力才能活下来。好人决定离开房间，去探索其他地方。走出房间，到达走廊，走廊里空无一人，其他人都还没有开始行动。好人走到隔壁房间的门前，试探性敲门。过了几秒钟，里面一直没有回应。好人壮着胆子拧了下门锁，门直接开了。房间里一眼看到头，根本没有人。好人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发现里面有一卷胶布和一个零件盒。这些东西能有用吗？此时管理群中有人注意到了好人的行为，这个叫好人的玩家找到了重要的升级资源，竟然放回去了。咱们的游戏没有详细的新手教程，所有玩家刚开局都是一脸懵逼。这些可都是用来升级宿舍的关键材料，尤其是宿舍的房门，是抵御僵尸的第一道防线。原来这些资源如此重要，还能用来升级宿舍。好人立马将胶布和零件盒放进口袋，然后离开房间。好人继续探索，到达另一间房间。好人先试探性敲门，然后打开门进入，发现里面也没有人。屋里的角落摆着扫帚、垃圾桶，还有标配的床头柜。兜里已经揣不下了，垃圾桶正好能用来装东西，该不会连扫帚都有用吧？能用来打僵尸。好人灵机一动，把扫帚斜放在床边，然后用力一踩，扫帚柄被踩成了2截，断开的部分非常尖锐。获得劣质武器自制木刺，攻击力2。好人返回自己房间，将装满东西的垃圾桶放在床上，然后瘫倒在床上，继续关注管理群的信息。这个好人早早就开始行动了，我很看好他。游戏里需要一些表现优异的玩家，才能呈现出更精彩的效果。他用垃圾桶来回装东西，效率很低。等他找到827号房间的次元背包，就方便多了。次元背包，他们可能察觉不到我的真实身份，要继续保持。为了不引起管理群的怀疑，好人装作不知情，先去其他房间寻找，然后慢慢靠近827号房间。全民穿越求生游戏，我误入管理群，根据群消息提前获得武器与物资。好人通过管理群得知827号房间有重要物资次元背包，为了不引起管理群的怀疑，只能先搜刮其他房间，再慢慢靠近827号房间。终于到827号房了，次元背包是我的了。好人缓慢推开827号房门走了进去，然而进到房内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因为映入眼帘的是满身番茄酱的一男一女，男的 CPU 已经松动脱落，女的则是衣衫褴褛满身番茄酱，身上还有被撕裂的痕迹，很难想象他们经历了什么。看着这么惊悚的一幕，好人被吓得掉了2点理智。原来被吓到会降低理智点。好人回过神来，他来到这里前是火葬场员工，所以对尸体并没有太多的恐惧。冷静了一下，就对着次元背包走去。
获得1级次元背包，容量25单位，只可储存死物。获得1级武器水果刀，属性物理攻击力5，耐久10。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惊喜。捡起水果刀后，好人发现角落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工具。工具应该有大用，必须拿走。发现初级工作台，可用于制作各种物品，请投入制作材料。材料不知道这些算吗？缺少图纸配方，是否随机合成？还需要图纸。在好人疑惑间，刚好瞥到桌子上有一张图纸，顺手就拿了起来。发现武器配方长矛，发现装备配方木盾，发现升级配方2级门、3级门。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啊！好人发现武器配方所需要的材料自己全都有，就按照配方将材料放进工作台合成。合成长矛成功，熟练度+1，获得2级武器长矛，属性物理攻击力12，耐久20。攻击力竟然有12点，总算有了把像样的武器。搜集完房间的物资，眼看天色已经暗了，如果在夜晚前没回到宿舍，可是会被丧尸攻击的。好人不敢停留，出了房间就往自己宿舍回到自己宿舍，却发现门口有几个人在交谈。好人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打开房门走了进去。这家伙身上有血，该不会是杀人了吧？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点什么？有这个可能，他看起来太可疑了。几人越说越起劲，为首的肌肉男目露凶光，朝好人的房门走去，抡起拳头就疯狂的敲门。小子，开门，我要跟你谈谈。你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守在这里，你别想逃。快开门，不然我要撞门了。好人本来不想理会门外那群人，可却发现随着他们砸门，房门的耐久度竟然在下降。如果房门被砸坏，到了夜晚没有房门的保护，必死无疑。这是你们自找的。总算开门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全民穿越求生游戏，我却误入管理群。通过管理群提前获得物资与武器。好人搜集完物资，天已经暗了，他立马回到自己房间，不料却被当成可疑分子，遭到肌肉男的堵门，并且扬言要砸烂他的房门。好人被逼无奈，忍无可忍，只能出手。这是你逼我的。获得5点经验值，距离下一级还需10点经验值。此时管理群对好人的行为给予高度的赞赏，玩家频道也同样是炸开了锅。有人杀人了，我朋友亲眼所见，是851房间的那个人干的。大家要小心851房间的人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我刚才砸碎了椅子，获得了1单位的木料。原来木料要用这种方式获取。升级2级门，制作木盾可是都需要木料的。现在我急需的就是这个。好人锁上房门，开始搜刮木料。每到一个房间，只要有木头椅子和桌子，好人直接就是哐哐一顿砸。砸碎的座椅会自动转化成木料，好人捡起木料就装进次元背包。这时管理群又有新的消息，他这样砸座椅太费时费力了，要是拿到每层都有的消防斧，就可以轻松的将桌椅劈碎了。是啊，现阶段消防斧是最好的工具和武器，不仅可以采集，还可以打丧尸，简直就是新手神器。这样砸椅子采集木料确实太慢了。消防斧应该是在消防箱里的吧。好人来到消防箱前，打开消防箱，一把崭新的斧头展现在眼前。好人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斧头拿在手上。新手神器是吧？现在归我了。消防斧等级2级，类别武器工具，属性物理攻击力13，耐久25。真得劲，去砍些木头试试。原来要砸半天的椅子，现在一斧头就搞定了，这效率真是嘎嘎猛啊！好人准备走出房间时，看着房门想着，破坏椅子可以获得木头，那破坏木门是不是也可以获得木头？好人举起斧头就向木门劈去，劈了10来下才将木门破坏，掉出来5单位的木头。已经有11份木头了，暂时够用了。好人没有停留，马上返回宿舍。路上那些见到他的人都是扭头躲进房间，仿佛见到了瘟神一般。好人回到宿舍后就开始制作木盾，消耗2个木料，1个零件盒，1份铁钉，获得1级装备木盾。木盾等级1级，类别装备，属性物理防御8，耐久20。你不能对这面木盾指望太多，它比你的爱情更加经不起考验。这样就算遇到丧尸，应该也有一战之力了吧？好人收起装备，开始升级房门。升级所需材料：木料3，零件盒2，胶布1，铁钉1。满足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房门升级成功，房门等级2级，防御12，耐久50。看起来更加坚固，耐久度也被补满了，剩下的材料好像还可以再升1级。满足升级3级门条件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在好人升级房门的同时，对面宿舍有着一名女玩家，正通过猫眼看到了好人的房门，突然流光一闪，变得更加坚固。
穿越求生世界，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物资。我用物资升级到了3级门，却不料被对面房间的妹子看见。他的房门这是升级了，他是怎么办到的？曹青青不只看到了好人房门的变化，还看到了刚刚好人杀人的场面。这人太可怕了，一定是一个大佬。只要能成为朋友，抱上他的大腿，躲进他的房间，或许就可以活下去了。要不要去接近他呢？他再凶残也是个男人，只要是男人，依我。哼。曹青青以前是一个公关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就算是自己的色相也一样。想到这，他不再犹豫，开门出去，正好撞见出来检查3级门的好人。你好，我叫曹青青，请问你需要合作伙伴吗？2个人合作总比1个人更有优势吧？好人打量着眼前事业线微露、脸上颇有姿色的女人，开口道：“合作倒是可以考虑。”好人答应合作，并不是看上了对方的美貌，而是在他外出的时候需要有人帮他看门，以防有人偷家。曹青青却是不知道好人心中所想，只以为是被自己的美色吸引，魅惑地说道：“不如让我住进你房间吧，这样我们才能深入合作，探讨交流。”不是这种合作方式，我只需要你帮我看门，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门，就立刻通知我，我也会把探索的物资分给你一些。啊，这也可以。谈完合作，好人下到7楼的消防斧还在，好人拿出消防斧收进次元背包，又下到6楼，6楼的消防斧已经不见了，再去到5楼，5楼的斧头还在，下到4楼，好人看见有几个人在消防箱前将斧头拿了出来。看来其他人也发现了消防斧的用处，正在收集其他楼层的斧头。几个人也是发现了好人，看着好人手上也是拿着斧头，身上还有血迹，几人立马警惕了起来。飞哥，这人手上也有消防斧，要不要搞他？场面一时剑拔弩张，好人不想和这一群人拼命，自动下了楼，来到1楼大门。大门是金属的，看起来绝对不是消防斧可以劈开的，门上还有一个钥匙孔，看来大门需要得到钥匙才可以打开。好人看着大门，管理群里又有人发言了：现在就想出去，真是做梦！钥匙可是在 BOSS 身上，在楼里熬过4天才是最简单的通关方式，想击败 BOSS， 没几人能办到，除非他能拿到那隐藏武器。没想到居然还有 BOSS， 还有那把神秘武器是什么？在哪里？你们倒是继续说下去啊！还有多久会天黑？还有10分钟不到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僵尸大开杀戒。才第1晚，僵尸还很弱，1级房门就挡得住，应该不会死很多人的。我操！我要赶紧回去。警告：夜晚即将降临，倒计时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全民穿越求生游戏，每人绑定1间宿舍。夜幕降临，丧尸横行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一斧一只丧尸。听外面的动静，看来丧尸已经出现了。好人知道夜晚有丧尸，所以早早的躲进了房间，看着聊天频道也已经炸开了锅。门外的动静吸引了好人的注意。好人来到房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刚好看见一只一嘴獠牙、面目狰狞的女丧尸走过。好人被女丧尸的模样吓了一跳，连理智也是掉了3点。但是好人还是一眼就看出这个女丧尸就是之前在房间里看到的尸体。看来那些尸体不是装饰品，一到晚上就会变成丧尸。女丧尸走到了好人房前，就停了下来，然后看了看房门。我操，大姐这门太厚，你把握不住的，赶紧走吧。女丧尸好似听见了好人的话，怒吼一声，转头就朝着曹青青的房间走去，举起爪子就照着木门砸去。曹青青被吓得连尖叫都是变了声，显然是被吓得不轻。他打开好友面板，联系好人。好哥哥，快点来救我！有丧尸在砸我的门，只要你来救我，你想要什么姿势，我都配合你，我什么姿势都会。别急，再等等。为什么要再等等？我的房门都快被破坏了。好哥哥，你有武器，肯定能打过丧尸，只要你来救我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好人对曹青青的话不为所动，女丧尸砸了一会，发现破坏不了房门后，就转头朝其他房间走去。曹青青则是松了一口气。第1晚的丧尸都是1级的，很难破开房门，只要老老实实躲在房间里，大概率都没事。这些消息都是好人从管理群得来的。这时管理群又有了新的消息。第1晚的丧尸慢吞吞的，实力弱小，正适合玩家主动出击，他们却全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。毕竟都是新手玩家，胆小点很正常，至少要玩过1轮求生游戏，思维模式才会发生转变。第1个杀死丧尸的人能触发隐性的首杀奖励，毙掉1张技能卡、1个属性点，外加1件道具，这可是给他们的福利大礼包啊！就看谁的胆子更大了。赤手空拳肯定不行，至少得有一把武器的人才能干掉丧尸。只要爆掉丧尸的脑壳，丧尸就死翘翘了。第1个打败丧尸的竟然有隐藏奖励，要不要赌一把？哪有孩子天天哭，哪有赌徒天天输，干了兄弟！好人一手拿斧头，一手拿木盾，走出了房间，朝女丧尸慢慢靠近。当好人靠近到5米左右的时候，女丧尸突然转身对着好人冲去。击杀目标，获得10点经验值，等级提升至2级，获得属性提升，解锁技能槽位。倒地的女丧尸身体弹射出3道光芒，好人伸手抓起，获得1级技能卡3连击，获得紫外线手电筒1，获得属性糖果1。
好人看了一眼走过来的男丧尸，又看了一眼系统面板，首杀奖励已经到手，没必要和他拼命，还是先回宿舍研究一下刚才的奖励吧。全民穿越宿舍求生，我隐藏管理员身份参加演示，美女为了我愿意配合我的所有姿势。好人回到房间后打开了属性面板，查看首杀奖励，等级已经提升到了2级，精神、敏捷、体质都是加1点属性，力量加了2点，理智、气力、生命都是加了5点上限。感觉提升不大，看看那3个奖励吧。技能卡3连击，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动3次近战攻击，分别造成85、100、120的伤害，且第3次攻击必定暴击。紫外线手电筒，强力紫外线照明，接近于自然界的阳光，持续5秒时间。这应该是用来照僵尸的吧？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属性糖果，完整食用后获得1点自由分配属性。食用属性糖果获得1点自由分配属性。一切恐惧都是来源于火力不足，先加到力量上吧。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，这首杀奖励真是赚翻了。这时候玩家频道又骚动了起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飞哥一个人干掉的僵尸。僵尸算个屁，跟着飞哥混准没错。有漂亮妹子想抱大腿的，可得趁早啊！兄弟们护着你，保你安然回家。这个飞哥居然也干掉了一只丧尸，还好我动作比较快，不然首杀奖励还真不好说。今晚不能一直苟在宿舍里，趁现在丧尸不强，是提升实力的好机会。好人走出房间，一只僵尸刚好走了过来。好人拿出刚刚获得的手电筒，直接打开照向僵尸，僵尸顿时发出痛苦的嚎叫。好人趁机抡起斧头砍向僵尸的太阳穴，僵尸被一击砍倒，好人连忙补刀，确定僵尸嘎了才停下来。击杀僵尸获得10点经验值，巧克力加1，巧克力食用之后可以少量恢复理智、气力、饱腹度。好人将巧克力吃下，然后来到曹青青房门前，开门。房内的曹青青被刚才的僵尸吓得还没回神，声音颤抖地说：你要做什么？咱们是合作关系，我打算给你点甜头，总不能让你单方面付出吧？甜头？这家伙不会是兽性爆发，想对我下手了吧？怎么办？如果他真想干嘛，我也无力反抗吧。曹青青还是犹豫地打开房门，这斧头给你防身，你继续给我开门，有人偷家马上通知我。都晚上了，你现在还要出去？一步慢，步步慢，现在不提升实力，到后面就越难。曹青青点点头，虽然他懂这个道理，但是他还是想躲在宿舍里，逃避这个残忍的事实。好人对此也没说什么，尊重个人选择。好人在楼道里缓慢前行，走了没一会就看到了一只僵尸。这次好人决定试试技能3连击，拿起斧头就冲了过去。一个技能可以轻松秒掉1级丧尸，就是冷却时间30秒，要避免1打多的局面。发现武器配方，狂人手锯；发现装备配方，刺猬护腕；发现升级配方，2级宿舍。竟然是升级宿舍的配方。全民穿越宿舍求生，我隐藏管理员身份参加游戏，美女为了活命，愿意配合我的所有姿势。好人刚下到7楼就遇到了丧尸，提起斧头就冲了过去。就在好人和丧尸搏斗的时候，飞哥一伙人也来到了7楼，刚好看到了好人的技能一键3连击。他是排名最高的好人，他竟然有技能。飞哥也嘎了丧尸升到了2级，有了技能曹魏，但是却没有装备技能。走，一起去会他。一伙人上前，气氛瞬间紧绷。干嘛？出门靠朋友，我只是来和你交个朋友。是了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朋友，来一根。不了，我不抽烟。这可不是普通利烟，使用1根可以恢复10点理智。哦。好人接过烟点上，刚刚嘎丧尸掉的理智慢慢恢复起来。朋友，你的技能是哪里来的？可以说说吗？是技能卡，我是打丧尸爆出来的，装备到技能槽就可以生效。说完话，好人就转身离开。飞哥看着好人离开，转身对着一个小弟说道：去8楼盯着815房间，他有什么动静就通知我，等机会把他拿下。好人离开后，又嘎了2只丧尸，顺利升到了4级，还获得了一个巨片。这下就可以打造那把狂人手锯了。回到房间，好人就把2件装备做了出来，一件是2级装备刺猬护腕，一件是3级武器狂人手。各位玩家早上好，恭喜你们看到了第2天的太阳，请尽早打消幻想，积极投身于游戏中，请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游戏吧。系统提示结束，聊天频道就热闹了起来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同时，管理者群里也讨论了起来。这帮人还想逃出去，真天真。很正常，像是好人这种一上来就进入状态积极行动的，才是个别的异类。期待他今天的表现。今天会在大楼内解锁一些新地点，5层的图书室，3层的医务室，负1层的太平间，13层衣柜后面的密室，可都是好地方。重点在于白天僵尸会陷入沉睡，可以轻松击杀，这才是关键。在白天，玩家更有优势。要是今天还没有外出行动，只知道躲在宿舍里，活到最后一天的可能性就很低了。图书馆、医务室、太平间、密室，管理群提到的这几个地方，今天都得走一趟。好人出了房间，来到曹青青房前，开门。这图纸和材料给你，你继续给我开门，有情况就通知我。等下先把房门升到2级，这样安全些。
帅哥，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物资？我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啊。这是公平交易，给你的已经够多了。哼，竟然不上钩！好人刚来到7楼，就看见有2个人在一个房门前犹豫不决。你们在干嘛？里面有谁？2人被吓了一跳，转身看见是好人，直接掉头就跑。好人进入房，一具丧尸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想起管理群的消息，丧尸在白天会陷入沉睡。好人没有犹豫，直接把丧尸嘎了，获得了5点经验。看来白天嘎丧尸只能获得1半的经验。在房间里搜索出了一袋饼干，好人直接吃掉，恢复了8点饱腹度和6点气力。吃完饼干，好人继续探。来到了5楼，5楼有几人在活动。快呵，这边的门解封了，前面有个图书室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走进图书馆，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操，这家伙哪来这么好的装备？被别人注视着，好人也觉得自己的装备太过人，马上就将装备收进储物袋。别怕，我不会无故伤害你们的，只要你们别来招惹我，大家各凭本事找物资。好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先到先得。约定好后，所有人就开始寻找物资。书架分为3个区域：建筑类、手工类、玄学类。每个人可以在每个分类借阅1本书。马上就有人用自己的房间号借阅了1本书，并从书的夹层中获得了2级门的升级图纸。原来书里有图纸，3个分类可以借3本书，也就是3张图纸。好人走向玄幻类书籍，取出1本书，翻开书，发现有一张图画，发现血炼符、辟邪、解锁符箓档案、解锁画符功能。这个世界居然还有符箓！你获得了什么符箓？血炼符、辟邪。我的也是。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符箓。好人又来到另外的2个区域，在手工类拿到的是2级盒子头盔图纸，在建筑类拿到的是3级宿舍图纸。拿完图纸，正准备离开图书馆，就被一个小胖子追上。大佬，你就是排名第1的好人吧？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大佬，能不能带上我一起探索？我给你当小弟，让我干嘛都行。我现在没兴趣组队。别啊，大佬，多个帮手多好，你带上我，要是能回去，给你180万都不是问题。好人一路探索，来到3楼，3楼刷新了一个医务室，但是通往医务室的通道有一个7、8米远的断层，这个距离得有7米多，就算是运动员也不一定跳得过去。跳过去不现实，还是研究别的方法吧。找看能不能绕路过去。找过了，只有指一条通道可以去医务室，根本没有其他路。意思是只能跳过去了？我劝你可别乱来啊，正常人是跳不过去的。好人现在是4级，力量是15点，敏捷是12点，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的人了。如果他可以跳过去，就可以独享医务室的物资了。面对这巨大的诱惑，没有不心动的理由。好人来到走道，画了一个距离，开始练习跳远。凭好人现在的身体素质，没一会就可以稳定的跳过线。重新来到断层前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好人开始助跑、起跳，然后险险的在断层边缘站。好人没有理会后面的欢呼声，直接走进了医务室。医务室里满地的瓶瓶罐罐，但大多数都是空瓶子。好人找了一圈，只找到了5瓶疗伤药、3瓶解毒剂、2瓶镇定剂、1瓶坚韧药剂。除了药物，还另外找到了一份神秘文件。试验品编号005，3月12日，通过绝食、断水、放血等手段，使试验品进入濒死状态，用吊瓶打入少量葡萄糖维持生命体征。3月16日，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在仪式的影响下，试验品在活着时，身体就开始出现尸斑，强制固定张开的口腔，里面的舌头开始卷曲，末端出现花苞状的物体。3月19日，在彼岸花开花前，试验品先一步死亡，仪式被打断。下一个试验品要增加心电监控设备的警报功能，必要的时候用白蛋白、脂肪乳、氨基酸等药物延长试验品的生命。这好像是人体实验的记录，不知道和通关游戏有没有关系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来到1楼，大门前聚集了不少人，都在研究如何破门。不行啊，一攻击这扇门就会被电，还挺疼的。2侧的墙壁也砸不动，输出全是0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？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坚持到第4天了。游戏里说过，坚持到第4天就能通关。放屁！你信了那些鬼话？就是他们把我们抓到这里的。一群人吵吵嚷嚷，好人看了一眼，没有理会。他的目标是负1楼的太平间。负1楼灯光很暗，好人一路探索，获得了不少物资。走到道路尽头，有一个大门锁着，大门上挂着3个大字。好人举起武器就往门锁上招呼，随着伤害数字一个个跳出，门锁也是应声倒闭。与此同时，8楼好人的房间门前，3个人鬼鬼祟祟的聚集在一起。看看这门，比我们高了不止1个档次。这里就是那个排名第1的好人的房间了。这次先踩点，等明天我们再过来，趁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再动手，这样安全，没有风险。
太平间内躺满了粽子，这些粽子一旦到了晚上就会变成丧尸。好人手起刀落就解决了一只粽子，获得了5点经验。就在好人忙碌的时候，管理群里好人又引起了讨论。还有9分钟天黑，他的动作得快点才行。太平间可不只有丧尸，还有别的好东西。如果这里的丧尸被杀光，会导致第2版的丧尸数量太少，无法构成威胁。我们可以动用权限，临时投放僵尸进入游戏场地，一局新手游戏而已，多一些人通关也挺好。手起刀落，又一只粽子倒下，好人也升到了5级，还解锁了第2个技能槽位。不过到目前，除了一键3连外，好人并没有获得其他技能卡。继续前进，清理粽子。在掀开一张病床上的被子后，好人看见了2样物品，一样是技能卡，一样是一双鞋子。获得1级技能卡，2路重脚，效果 A， 起身飞踢，攻击敌人头部，有30%概率导致敌人晕眩3秒。效果 B， 用扫堂腿攻击下盘，附带击倒效果，消耗3点气力，冷却25秒。瞌睡来了送枕头，这就是主角的待遇吗？获得3级装备火星跑鞋，敏捷+5，攻击力7，防御5，耐久28，腿部攻击伤害20%，快速跑动，可在鞋底摩擦出火星，额外附带2点火属性伤害。就在好人清理完太平间的时候，楼道里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。我距离成功又近了一步，对试验品进行了优化，今晚的僵尸将具更高的活性。声音落下，夜晚降临的倒计时就跳了出来。好人不慌不忙，以他5级的实力和2张技能卡，还有一身的装备，别说1v1，就算1v2、1v3，也是手拿把掐。倒计时结束，好人面前就出现了一只丧尸，这只丧尸的速度明显要比前一晚的丧尸速度更快。好人加速冲去，飞身使用新技能重脚，踹在了丧尸的脑门上，丧尸被击退，陷入晕眩。好人乘阵追击，使用一键3人，3刀过后，丧尸当场暴毙。走出负1楼，就听到了不远处的动静。好人以为是丧尸，就走了过去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这是在图书馆遇到的小胖。大佬，我们又见面了，1回生2回熟，这下咱们可是朋友了。都天黑了，你们在这里闲逛什么？我们是想上楼回宿舍，听到这边有动静，就过来瞅一眼，正好看到了你，这就是缘分啊！那祝你们长命百岁，我可要回去了。大佬，你要上楼，我们也要上去，干脆一起走吧，人多了安全。我没兴趣给你们当保镖。好人转身离开，白小胖则是厚脸皮的跟在后，被人跟着好人浑身不自在，转身对着几人喝道：别跟得太近，要是敢贴上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！全民穿越求生世界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回到8楼，就看见一只丧尸在曹青青房前，然后径直往曹青青房门挠去。房内的曹青青急忙向好人发出消息求助：你到底去哪了？快回来！僵尸在攻击我的门！好人开始冲刺，鞋底地面摩擦生出火花，然后一击飞脚在丧尸的脑门上。获得迷迭香水，喷在身上可以消除味道，让僵尸难以发现，持续5分钟。看到丧尸被好人干掉，曹青青才敢开门出来。好人看着他胸前领口比之前又多解开2个扣子，那大白兔都快蹦出来了，瞬间就知道曹青青想干嘛。小哥哥，我等你等得好苦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今晚不安全，让我进你的屋里躲一躲吧。求求你了！曹青青扭了扭很有料的身体，胸前晃啊晃的，晃得好人血压飙升。不过他刚刚嘎了丧尸，浑身臭烘烘的，确实提不起兴致。你在这里安心住着，如果有僵尸过来挠门，我肯定过来帮你解决。别的我不敢保证，至少我能保你活到第4天，游戏结束，安然脱困。曹青青美人计落空，气得直跺脚，怨念深重。好人回到自己房前，想到刚刚获得的血炼符辟邪，如果绘制到门上，那就可以多一重保障。好人咬破手指，用血在房门上开始绘制，每次绘制都会损失生命值为代价。绘制失败，熟练度+1。第1次绘制就以失败告终，好人开始第2次绘制，第2次也是失败，第3次也失败，直到第4次绘制才成功。就在好人绘制符箓的时候，一只丧尸朝着好人扑去，好人快速拉开房门，门上的辟邪符自动出击，爆发出刺眼光，丧尸惨叫一声，狼狈的逃离了。对门的曹青青看见刚才的一幕，马上就给好人发去了消息：小哥哥，你刚才在门上画的是什么呀？能不能给我的门上也画一个呀？房内好人已经累得靠在墙上打盹了，曹青青发的消息也是没有注意到。聊天频道里许多玩家都是回到了房间，无所事事的开始聊天。已经有20个玩家的头像黑掉了，才刚刚天黑就嘎了这么多。之前在白天时就陆续有人下线，白天可没有丧尸，有人在白天下线就意味着是被人类嘎死的。大家都是困在这里的人类，应该不会自相残杀吧？天真，刀人一样有经验值，还能得到对方身上的装备、道具、宿舍钥匙。你知道的这么清楚，该不会是刀过人吧？放屁，我只是提醒你们罢了。我是350房间的人，丧尸马上就要攻破我的房门了，快来人救救我！
我还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我还不想嘎。不管是谁，快来救我，求求你们了！刚发完消息，这人的头像就黑掉了，证明这人已经嘎了。这时，飞哥突然发言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，今晚的僵尸变强了，有能力破坏防蚊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不想嘎的可以私聊我，加入我的团队，美女优先哦。经过短暂的休息后，好人醒来发现管理群内有消息，就点开查看。有一名贵宾抱怨今晚太平淡，要求至少投放15只2级僵尸，3只变异僵尸。管理员之上竟然还有贵宾，这些人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。如果我能离开这里，找到这些家伙，我必刀之。我提议把僵尸分成3批，每一批都有1只变异僵尸带队，3批僵尸投放到3个不同的楼层。8层肯定要投放1批，因为好人在8层，得给他加点难度。干，我吃你家大米了，这么针对我？飞哥所在的4层也来1批吧。最后1批投放在顶层，让僵尸从3往下走。距离天亮还有15分钟，这段时间会成为玩家的生死时速。那就暂定刷新长蛇僵尸、铁爪僵尸和大跳僵尸。关闭管理群，通道内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。我连夜制造了一批新的丧尸，其中有几个丧尸身上出现了奇妙的变化，而我倍感惊喜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就要成功了。声音落下，天花板上就掉下来几只丧尸。距离最近房间的玩家亲眼目睹了丧尸小队长降临。我看到了一群丧尸，是一群，完了，丧尸群发现我了。房间内，好人也做好了2件装，一个头盔和一个木盾。看着木盾，好人灵机一动，在木盾上画上了辟邪符，然后拿出一瓶疗伤药吃下。透过猫眼，好人看见2只丧尸正在靠近。怎么才过来2只？不是1带5吗？这是因为其他丧尸正在其他房间内享受美食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1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长蛇丧尸一甩舌头，曹青青的房门就掉了7.9度。屋内的曹青青此时已经濒临崩溃，无助呐喊：别打我的门，求求你了，我还不想死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让我受这样的折磨？好人，你快来救我啊！说好的你会保护我，只要你来救我，你想怎么玩都行，快点来救我！不能坐以待毙。刚刚管理群说变异丧尸必掉好东西，刚好趁现在其他丧尸还没赶过来，1v2还是有得一拼的。好人戴好头盔，拿出盾牌和武器冲了出去，一个飞踢就踹在丧尸的脑门上，然后举起盾牌撞了过去，盾牌上的符箓瞬间激活，击退了丧尸。长蛇丧尸也反应过来，舌头一卷就将好人带下帐篷，然后狠狠砸下，一击就带走了好人65点血量。好人目前一共才120点生命，这一击就要了他半条命。忍住浑身剧痛，好人起身挥动武器，使用一键3连，3刀击中，逼退了长蛇丧尸几分。这时那只普通丧尸已经恢复了过来，猛地就朝好人扑去。好人见势不妙，往后跳开，顺势拿出紫外线手电筒照去，被照到的2只丧尸都是痛苦的捂住了眼。好人直接上前，先打了普通丧尸，然后拿出疗伤药吃下。长蛇丧尸也是恢复过来，舌头直接就朝好人攻去。好人举起盾牌挡住，辟邪符爆发，再度击退长蛇丧尸。接着就是一个扫堂腿，直接把丧尸掀翻倒地，然后就是举起武器疯狂补刀，直到丧尸生出3道光团，好人才停下收走了战利品。获得基础医药箱，获得1级天赋卡铁布衫，获得4级武器弹簧铁拳。好人来不及高兴，忍住浑身剧痛，来到曹青青房前，敲门走了进去。多亏你来救我，我真的爱死你了，此刻你就是我的神。好人不理会曹青青的恭维，使用刚刚获得的基础医药箱恢复伤势，顺便查看收获。1级天赋卡铁布衫，效果增加5点体质，20%物理减伤。好人尝试将天赋卡装备到技能槽位，结果发现不匹配，看来是要升级解锁天赋卡槽位才能使用了。4级装备弹簧铁拳，攻击力加20，耐久35，可将铁拳弹射出去攻击敌人，攻击距离2.2米，造成85%物理伤害，并击退敌人，冷却3秒。好人又拿出迷迭香水对着自己喷了喷。曹青青见状贴了上来，娇媚地说道：小哥哥，你干脆就留在我这里过夜算了，我们2个人在一起多好呀。我还要出去打丧尸，你老老实实躲在屋里就行了，喷了这个你会安全很多。好人又对着曹青青喷了喷，然后拿出弹簧铁拳转身离开。来到通道，2只丧尸正在啃食牛肉干，好人悄悄靠近发射拳套，将1只丧尸击退。2只丧尸反应过来就朝好人扑去，好人拿出手电筒照去控住丧尸，然后冲上去一顿猛锤，升到了6级。聊天频道有人注意到了好人升级，他又升级了，我才2级，他都6级了，差距这么大吗？人家肯定是外出猎杀丧尸了，你要是眼红，你也去呗。大佬，你要是愿意杀丧尸，快来11层这边吧，这边丧尸太多了，有个丧尸跳来跳去的，特别恐怖。看来11层的是大跳丧尸，不知道会爆什么好东西。来到11楼，好人就听见一声惨叫，显然是有人在搏斗。向前走去，就看见1只丧尸正在抱着一个 CPU 狂啃。这只丧尸双腿异常粗壮，显然就是大跳丧尸。
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大跳丧尸发现好人，一个起跳就将好人击退。好人稳住身形，就使用一键3连。山刀过后，丧尸掉了50点血量，然后陈胜追击，使用滑铲朝丧尸下盘攻去。因为大跳丧尸下盘异常强壮，好人的滑铲并没有取得有效的成功。起身跳开，拉开距离，发射弹簧铁拳，逼退丧尸。丧尸俯身，再度准备起跳。好人见状，马上掏出闪电筒照向丧尸，封住丧尸。好人抡起弹簧铁拳，就是一顿猛砸，击败大跳丧尸，爆出来2件物品，一枚金币和一张地图。好人还没来得及捡取战利品，突然就从房间里冲出来一只丧尸，朝好人扑去。好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，连忙挥动武器抵挡。稳住心态后，普通丧尸没2下就被好人解决了。在这里真是一点都不可以大意，差一点就阴沟里翻船了。获得游戏币+1，游戏中的珍贵货币，获得惊魂夜游戏场地完整地图。地图上哪个玩家住在哪个宿舍，全都一目了然。地图最底部是负3层，标注着危险区域。看来最终 BOSS 可能就在这里。好人收拾完战利品，天就亮了。想了想，昨天是往楼下探索，今天该往楼上探索了。管理群里提到的密室就在13楼。好人来到13楼，借助着地图直接来到有密室的房间。房间内有明显被翻找过的痕迹，应该是有人进来搜刮过了。来到衣柜前，好人一把踹倒衣柜，出现了一道铁门，铁门上是一个密码锁，密码是4位数的。好人有些发懵，怎么还有密码锁？这是解密游戏吗？应该有什么提示吧？好人在房间内寻找起来，最后在铁门边上发现了一行小字：由小到大，无独有偶。从小到大，无独有偶，偶数不就是双数？双数从小到大。哦，好人直接在密码锁上输入2468，咔嚓一声，门锁解开。密室内面积不大，摆着一张书桌，桌子上摆着一张合影照，2个带引线的瓶子，一本笔记本，还有一面镜子。墙上还挂着一件厚重的黄色皮衣。好人一眼就看出这衣服是一件不错的装备。4级防护服，防御+25，敏捷负1，耐久50，每次受到物理攻击有2%概率完全免疫。穿上防护服，好人走到桌子前，拿起瓶子，燃烧瓶，消耗品，使用方式，你猜？收起燃烧瓶，拿起相片，相片上是一对夫妻和一儿一女，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放下相片，好人拿起那本日记翻看了起来。3月16日，我跟随父亲一起来到了这栋大楼，在这里，我见识到了他的疯狂。原来他之前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真的在按照那本谈卷的记载进行活体实验。父亲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小林，为了我的妹妹。3月24日，父亲的实验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从活人口中培育出了彼岸花的花苞。按照残卷记载，彼岸花是沟通阴阳2界的纽带，用活人培养彼岸花，再利用仪式将彼岸花的力量注入尸体，就能让尸体复活。4月10日，父亲今天进行了第1次移植尝试，我亲眼目睹了仪式的全过程。整个实验室温度骤降，变得冰冷无比，尸体吸收了彼岸花，然后开始机械式的抽搐，甚至睁开了眼睛。房间里那么冷，父亲却狂热无比。4月18日，我不确定那能否算作成功。尸体确实活了过来，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。尸体长出了尖牙利齿，极具进攻性，张嘴咬死了一名研究员。我知道该叫他什么了，这分明是丧尸啊！我得小心点这些危险的丧尸。希望那套防护服足够牢固。4月30日，父亲彻底疯了，肯定是那本残卷影响了父亲。那是我见过最邪恶、最神秘的东西。父亲竟然说要把我也变成丧尸，这样就可以永生不灭了。5月7日，我想好了，宁愿死也不要变成僵尸。变成丧尸必须保证脑袋完整，只要我一枪打爆自己的脑袋，就不会变成丧尸了。不想死在这间屋里，还是去14层的1450房间自我了断吧。靠窗的位置不错，我喜欢那里。对不起，小林，原谅我不能阻止父亲。如果他的疯狂计划继续下去，早晚有一天他会亵渎你的尸体，让你无法长眠。好人看完了日记内容，只觉触目惊心，整理了一下日记本上目前最有用的信息，就是1450房间可能有一把枪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看完日记，发现了1450房间有一把枪。放下日记，好人又在房间找到了燃烧瓶图纸，然后准备前往1450寻找那把枪的时候，曹青青发来了消息：好人，你快回来，有3个人在砸你的房门，他们肯定是想破门而入，抢走你家里的存货。就算你的房门升过级，也架不住他们一直砸下去啊。好的，我马上回去。快点，再眨巴紧。破门之后看到东西就拿，动作一定要快。如果他半路回来，我们就麻烦了。那路走窄了。是好人，快跑！3人看见好人，撒腿就跑。好人跨步追上，挥动弹簧，直接了解了一个人。剩下是2人，则是1人往上跑，1人往下跑。
好人没有犹豫，直接下楼追紧。不，别杀我，我罪不至死啊！不就是砸落你的门吗？求求你，给我一条生路吧！好人不理会女人的求饶，举起弹簧铁拳结果了女人，然后上楼寻找剩下的一人。管理群里对这种事也是喜闻乐见。在好人盲目寻找的时候，有人提到了那个落网之鱼躲进了9层的房间，这消息给好人缩小了寻找范围。好人在9楼挨个房间寻找，可管理群的人还是觉得好人寻找的速度太慢，选择干扰游戏帮助好人寻找落网之鱼。好人一路寻找，走到了908房间，房间前果真有一个鞋印。好人拧动门锁，是锁着的。房内的人听着屋外的动静，已经吓得浑身颤抖了。好人举起弹簧铁拳开始砸门，1级的房门只有30点耐久度，肯定挡不住6级的好人。房门破碎，好人走进房间，别杀我，我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一条生路。好啊，我给你一条生路。听见好人答应，这名玩家也是一愣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我们1对1公平决斗，杀了我你就能活下去，这就是我给你的生路。这名玩家刚稳住的心态又崩了，2级的他怎么可能打得过6级的好人？这分明就是一条死路。见对方不出手，好人直接一键3连送对方上路。完事后，好人还拍照发在了聊天频道。这3个人敢砸我的门，全都被我刀了，希望你们引以为戒，不要打我的主意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。发完消息，聊天频道里顿时噤若寒蝉，没有人敢出来发言。过了一会，才有一个叫豆豆的玩家出来发言。有没有人愿意用武器跟我交易？至少得是2级武器，不能是破木棍那种东西糊弄我。我可以有一节电池或者火柴交换。好人眼前一亮，紫外线手电筒需要电池，燃烧瓶也需要火柴点燃，2样物品都是目前好人需要的。没有犹豫，直接给豆豆发去私聊。电池跟火柴我要了，用2级武器跟你换，是一把防爆棍，很不错的。大佬，没想到能引起你的注意，你等级太高，跟你交易我不太放心啊。我有特殊的手段，能够定位你的宿舍，你住在1210号房间，对不对？获得地图的好人对每个玩家的房间都是了如指掌，豆豆显然也是吓了一跳。如果我要硬抢的话，直接杀到你家就行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那样做，一把2级武器而已，我出得起。我甚至可以给你2把2级武器，就换你手上的2个物品，你不会吃亏的。面对好人的软硬兼施，对面也只得答应。那我们在11层2号楼梯口那里交易。大佬，你可千万别害我啊，我真的很想活着回家。放心吧，我杀人是需要理由的，不会为了1盒火柴、1颗电池就杀人。协商妥当，好人就出发前往交易地点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界，每人绑定1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前往交易地点，一路来到了10楼楼梯，就看见楼梯正在往下滴血，警惕地举起盾牌，缓步向上走。刚走到11楼，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的豆豆和站在他身前的男人。好人看着凶手脱口而出：“你是紫影。”紫影是仅次于飞哥的排行榜第3名，以狙击其他玩家来升级的杀手型玩家。面对好人的提问，紫影也点了点头承认：“我跟这人约好了，要在这里交易，换他手上的火柴跟电池。现在人被你杀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”这是我刚刚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，给你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算你上当，可以，你走吧。紫影走后，好人继续上楼，来到13楼。13楼通往14楼的楼梯被一个大铁门挡住。管理群里有人幸灾乐祸，提到了14楼需要等第4天才会开启。惊魂夜游戏一共就4天，最后1天拿到枪才能跟那个 BOSS 决战。要是没有拿到枪这种武器，还是别去挑战 BOSS 了。14楼去不了，好人只能先去其他房间搜集物资。回到宿舍，好人已经集齐了升级2级宿舍的材料。满足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确认升级。升级成功，宿舍等级2，面积18平米，房门耐久度65，墙壁耐久度150。升级后的宿舍变得更大，墙壁更厚，更加坚固了。好人刚升级完宿舍，通道内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。恭喜各位，你们迎来了新的夜晚。僵尸是试验品，你们同样是试验品，努力活下去吧。最后能来到我面前的人，我将赐予他永生。第3夜到了，好人还是老样子，外出打丧尸。可他寻找了一会，却没有发现一只丧尸。什么情况？今晚的丧尸呢？难道管理群的那些狗东西良心发现，今晚不投放丧尸了？好人打开聊天频道查看，有一个1楼的玩家发言：“各位，我是1层的玩家，楼下有很大的响声，感觉不太对劲。”好人快速来到了1楼，刚到就听见了有砰砰的砸门声，这声音明显是从负1楼传来的。好人习惯性的打开管理群查看，距离僵尸破门还有多久？3分钟不到。好人要是一个人下去，马上要栽跟头。是啊，今晚的考验需要至少3个玩家合作，一个人肯定不行的。推动铁箱，堵住2个房门，就能减少僵尸数量。如果所有门一起打开，就算是好人也必死无疑。好人来到负1楼。负1刷新了3扇铁门，铁门后是丧尸的嘶吼，门边有2个大号的金属箱子。好人上前推动箱子，系统提示需要3个人才可以推动箱子。好人思考一阵，就打开聊天频道发言：“快来人到负1层帮忙，一大群僵尸即将破门，必须来人帮我移动铁箱，将门堵住才行。铁门就要被攻破了，你们速度要快，至少要来3、4个人。
说完，好人还附带了一张照片作为证明。尤其是1层、2层的玩家，你们距离最近，要是不过来帮我，等僵尸冲出来，先死的就是你们。如果没有人来，那我也只能跑了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兄弟们，别听他的，下面那么危险，下去不是送死吗？他等级高，需要打怪升级，就让他在那里顶住好了。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！今晚的僵尸数量极多，要是一股脑破门而出，楼上所有玩家都有危险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还有，你住在749号房间，要是再敢乱说话，那我可要上门跟你好好聊聊了。我最多只等你们2分钟，不来人帮忙的话，我就上楼了。到时候看谁倒霉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一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在负1楼等了一会，下来了2个人，一个是2楼的玩家，一个是之前见过的子影。我是来帮忙的，今晚大家只杀僵尸，不内斗。如果在这里内斗，只会害死自己。达成共识后，3人开始合力推动箱子，箱子以缓慢的速度被推动。这时候，通道又下来一个人，是之前和好人有过数面之缘的白小胖。大佬，我也来帮你们。多了一个人加入，箱子的移动速度也快了起来。经过争分夺秒的推箱子，终于在破门前1秒将2个门堵住。破门后，丧尸疯狂涌出。大家各凭本事，杀僵尸赚经验。看着越来越多的丧尸，好人拿出了紫外线手电筒和燃烧瓶，点燃后丢向丧尸群，10多只丧尸瞬间燃烧了起来。等火焰熄灭后，第一个房间里的丧尸已经全部消灭。休息过后，几人开始放出第2个房间的丧尸。丧尸出来后，好人直接将仅剩的一个燃烧瓶丢了。解决完第2个房间，好人升到了7级，解锁了天赋卡槽位，将之前得到的铁布衫天赋卡直接装备上去后，获得了5点体质加成，还有20%物理减伤。到了第3个门的时候，好人已经没有了燃烧瓶，如果硬拼的话有些勉强。好人灵机一动，打开聊天频道，将忙地的丧尸拍照发了上去。我们已经消灭了这么多丧尸了，现在还剩下最后一批僵尸，只要过来帮忙的都能分一杯羹。和刚才不同，见到几人杀了这么多丧尸，已经有人动摇，没一会就凑够了10个人。好人感觉差不多了，就开启了第3道门，10个人瞬间就和丧尸混战在一起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不出意外的是人类方获胜。而就在好人清点战利品的时候，一道黑影悄然靠近好人身后，好人感受到了背后的海，猛地回头，看见子影手拿匕首，正站在身后不远处。见偷袭无望后，子影淡淡的说：“僵尸都杀光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这家伙果然是个危险分子，得防着点，以后有机会还是除掉他吧。恭喜你们又坚持了1天，看到了今天的太阳。今晚我会创造出最完美的僵尸，将我的挚爱复活，而你们都会成为今晚的活祭品。惊魂夜的最后一天到了，游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。好人出了负1楼没有停留，直接来到了14楼，寻找1450号房间。进到1450房间后，好人瞬间傻眼，整个房间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更别提什么枪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找到的线索明明就是这里。就在好人傻眼的时候，管理群就来助攻了。既然是隐藏武器，当然不会让他轻易找到。这面墙暗藏了反转门，要用力推才能转动，肉眼根本看不出端倪。就算顺着线索找到这里，也未必能找到枪。好人在墙壁上四处摸索，终于是找到了一个与周围手感不一样的位置，用力一推，一个旋转门就出现了。走进密室，就看见一个被爆头的尸体倒在地上，尸体旁边有着一把枪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与此同时，8楼曹青青的房间内有2个身影正在哼哧哼哧的运动，好不快乐。获得8级武器手枪，攻击力120，耐久60，弹加8。攻击力虽然高，但只有8发子弹，得省着点用。收起手枪，好人又在尸体身上找到了2发子弹和一本1级枪械知识。使用后，好人瞬间掌握了枪械的所有基础知识。你快回来，又有人攻击你的房门。居然还有人敢来砸我的门。是啊，所以你赶紧回来吧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这次来了几个人？不多，就1个人。好，那我马上回去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纪，每人绑定1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好人回到8楼，见自己房门前并没有人，就发消息质问曹青青：“我回来了，这里也没有人啊。”刚才他打了几下，大概是心虚，就逃走了。你的门受了伤，你最好过来修一下再走。好，我这就回去修一下门，顺便再看看你，给你点东西。那可太好了。好人查看房门耐久度，发现只有1点损伤，转头对着曹青青的房间走去。曹青青，我回来了，你开门吧。门开后，走出来2个人，一个是衣衫褴褛的曹青青，一个是排行榜第2的飞哥。飞哥出现后，就向周围的房间大喊：“兄弟们，可以动手了！”飞哥声音落下，附近房间猛地窜出来一群人，将好人团团围住。今天是游戏的最后一天了，是时候宰了你这只肥羊了，兄弟们一起上！见众人动手，好人直接掏出手枪，一枪直接秒杀了猝不及防的飞哥。飞哥倒地，众人皆是一愣。趁众人愣神的时候，好人再开了1枪，又解决掉1人，剩下的几人已经被吓破了胆，抱头逃窜。好人并没有去追击这些人，毕竟子弹太宝贵，转头看向曹青青，曹青青直接跪倒在地，嚎啕大哭：“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这都是他们逼我的，我没有选择啊！”
我还年轻，有那么美好的生活，还不想死。我最喜欢的是旅游打卡，我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过。我想去贝加尔湖，我想去普罗旺斯，我想去爱琴海。看着语无伦次的曹青青，好人不为所动，将手枪换成了弹簧铁拳。很抱歉，那些地方你大概率是去不成了。奖励完曹青青后，好人主动出击，刀了先前逃跑的一伙人，并录成视频发在了聊天频道。这些人合伙偷我的家，被我给刀了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希望各位引以为戒，别再来找死。我也不想刀人。刚说完话，管理群里突然冒出来一条紧急消息：刚收到通知，有个通关3次游戏的老玩家获得了故地重游特权，随机到了我们这个新手游戏，5分钟后就会到达。就他一个人吧？一个人，游戏名好叔叔，等级为10级，乱入时间为25分钟。呵呵，老玩家要来新手区虐菜了，来就来呗，热闹一点也好，游戏越精彩，贵宾看得越满意，对本轮游戏的评分也就越高。就怕老玩家把新人都杀光了。25分钟应该不至于把人都杀光，总会有落网之鱼的。本轮游戏发生特殊情况，一位老玩家即将空降到游戏场地内。居然有老玩家能来新手游戏，好人打算先在房间里苟着静观其变。1楼通道，好叔叔一来就打开聊天频道发言：大家好，我是通关过3次游戏的老玩家，现在来带你们离开这里。这个新手游戏里有一条暗道，就在1楼这里。如果你们相信我，就来1楼汇合，我带你们离开。好人看着这迷惑的发言，估计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不过人到了绝望的境地，总会寄托于那一丝缥缈的希望。在好叔叔的言语蛊惑下，有人陆续来到1楼。集聚了12个人后，好叔叔突然目露凶光，拿出武器收割众人，然后慢悠悠地走向楼梯口，想要上楼收割。走到楼梯口，转头就看见了一个拿着枪的身影。好人蹲守在这里，想要打他个出其不意。手枪抵住好叔叔的脑袋，然后扣动扳机。10级的好叔叔勉强躲避，但还是被划破了头皮，鲜血狂飙。好人乘胜追击，又开一枪。全民穿越求生世界，每人绑定1间房间，我却成为管理者，提前获得重要信息，占尽先机。击杀特殊目标，获得260点经验值，额外奖励1枚游戏币，2个属性糖果，10发手枪子弹，2级技能卡，死亡3角。刀他用掉了5发子弹，又奖励了10发，还有2级技能卡，真是血赚。收取完战利品，好人就回了宿舍。回到宿舍不久，夜晚就降临了。伟大的仪式即将开始，我挚爱的女儿即将复活，并获得永生。你们是见证者，同时也是今晚的祭品。惊魂夜游戏的最后一晚到，此时负3楼，一个房间内，一个疯狂的男人站在一个棺材前面，棺材上是一具小女孩的尸体。男人看到小女孩就露出病态的笑容。小玲，你复活的时候到了。一本诡异的卷轴悬浮在空中，然后随着男人的呢喃低语，房间的温度瞬间降低，女孩的尸体开始抖动，随着卷轴爆发出一阵光芒，躺在棺材上的女孩猛地坐了起来。小玲，爸爸再也不会失去你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想与我永远在一起吗？是的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姐。小女孩发出诡异的笑声，突然伸手将男人的 CPU 摘了下来，连带脊椎骨也给扯了出来。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大喇叭里传来的低语，让楼内所有玩家的理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。好人一手拿手枪，一手拿着可以恢复理智的镜子。聊天频道里已经有因为理智点过低导致自残和自杀的人出现了。小林喜欢躲猫猫，让我们一起玩游戏吧。我会找到你们，把你们的脑袋摘下来。我喜欢吃你们的五脏六腑。游戏开始了。本轮新手游戏《惊魂夜》的最终 BOSS 小林已经诞生，胜利近在眼前，只需要坚持到天亮，你们就能通关本轮游戏。1楼，小林已经开始了杀戮，每破开一扇门，就会有一道惨叫响起。8楼，好人又做出来几个木盾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好人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心情，然后来到第2层，看见正在四处游荡的小林。小林心有所感的回头，2人四目相对，小林咧嘴一笑，身影瞬间窜出。好人拔枪就射，3枪中了2枪。小林速度不降，好人又拿出紫外线手电筒，无往不利的手电筒面对小林，却只是让他定住了几秒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给我玩玩。小林挥动手中的脊椎，好人见势不妙，猛地跳开，转身就跑。我有手枪的距离优势，没必要和他近身。好人每跑出一段距离，就回头开一枪，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。过了一会，13发子弹全部打完，小林还没有倒下，但是速度却慢了下来，浑身的窟窿流出粘稠的液体，看样子已经是强弩之末。杀了。喜欢玩是吧？你爹就陪你玩玩。
好人拿出镇定剂和坚韧药剂给自己注射，然后拿出辟邪盾和之前从好叔叔那里获得的8级斩邪刀，直接硬刚了上去。好人经过来回拉扯，终于是干掉了小林。击杀特殊目标，获得500点经验值，等级提升至8级，获得10级装备尸皮手套，防御加45，耐久95，理智上限减5%。佩戴后用手套触摸活体目标，让对方产生恐怖幻象，持续5秒时间，冷却时间1分30秒。获得2级技能卡血影分身，消耗生命值，制造出一个血影分身帮助战斗，消耗的生命值越多，血影分身实力越强。持续30秒，冷却时间3分钟。获得笑音铃铛，将其丢出，会在范围内造成持续的物理、精神双重伤害，使用次数剩余5次。获得医药箱，获得20发子弹，获得3枚金币，获得血迹残卷。恭喜各位幸存玩家通关首次新手游戏。